看看我身后这里，2根巨型烟囱。同时，刚刚航拍的画面中也发现这里呢破败不堪，满目疮痍，就跟电影中那种战争场面遗留下来的一样。同时，这些房屋很多都被杂草覆盖了。那么这里就是贵州黔东南大安寨县的一个大山深处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哦。这里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工厂，整个这个山谷当中生活了大概是2万人，2万人的工厂是超级工厂了。不过呢，后面由于废弃了、关闭了，人口就迁移走了，留下了眼前这些破败不堪的房屋。那这里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工厂，也就是所说的水泥工厂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，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工厂。之前我走了一些3线工厂，像湖北、湖南，还有陕西都看到了。这里呢，不知道算不算3线工厂啊？普遍的3线工厂呢，都是在大山里面，这里也不例外。说到水泥厂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，但是说到一个东西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你像温度计，还有我们经常说的体温计，它里面就是有水泥有汞，这是2个说法，一个汞，一个水泥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说到这个水泥，其实是非常多的，比较典型的，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秦始皇陵。按照资料记载以及考古发现，在秦始皇陵那个地宫里面有很多水泥，就相当于它里面呢有湖泊、江河，这些都是用水泥放进去的。还有在古代经常会说要吃丹药，特别皇帝讲究要求长生不老，那么他们那些人炼的丹药呢，里面就含有汞。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皇帝突然暴毙，就突然去世，往往是吃丹药有关。丹药有毒，那很多人呢就慢性中毒。你像唐朝特别多皇帝啊，都是吃丹药的。比较熟知的李世民也吃丹药，还有后面的唐武宗都吃丹药。最有名的是谁？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明朝的嘉靖皇帝，他吃丹，就是丹药，吃了几十年。那我们回到说这个水泥厂，它其实也开展了好几十年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这里是最繁华、最热闹，因为职工包括家属差不多有2万人，在这个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生活了2万人，确实非常多啊。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嘛，很多人赶集都来到这个地方，都不去丹寨县城。这个不光是这里的工厂，在几十年前很多地方的3线工厂有上万人的时候，都有时候被称为小香港。那么附近的人赶集呢，都会去那里，都不去县城了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自古以来男娶妻女嫁人都讲究门当户对，女孩子嫁人都想找一个条件好的。那么在当时这里的工人呢，就是青年没有成家的都变成香饽饽了。因为这里被称为小香港，那么很多工人的工资待遇都非常不错，当时这个厂呢效益也很好，那自然而然周边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。后面呢，这工厂发展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效益很好嘛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自古以来像矿产资源的工厂，它资源都会有枯竭的一天。你像我们去的重庆天府煤矿，还有宁夏石嘴山的那个煤矿，都后面由于产能不够，那关闭了。那这里呢也不例外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，差不多这个工厂开采基本上完毕了，就是没有开发的价值了，相当于是关闭废弃了这些。那自然而然呢，大家都搬迁走了，最终呢就留下了这样一大批的建筑。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部分，在这个山的另外一头还有一部分建筑。那么怎么过去呢？就是要通过一条隧道，大山挖出来的隧道。那个隧道主要就是我们说的矿工司的隧道，为了运送东西嘛，
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，大概是属于厂房、生产车间、加工车间。那么挖的东西肯定是不在这里的，要从其他地方挖过来进行加工。你像我们看到的这2个巨大的烟囱，那这里可能就是主厂房。另外一点，大家发现没有，这里的厂房也好，生活区也好，都是沿着旁边这条河流兴建的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2个因素，一个是大家生活要用水，因为人没有水是不可能的嘛，那就不行。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大型工厂，它也是要有水资源的，才能进行加工。这个厂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关闭之后，有没有留下职工呢？还真有，大部分人都迁走了，但是还是有1个人在这里坚持了几十年呢，差不多30多年。因为他主要是看这些厂房，看这些房屋，他是住在生活区那边，就是他1个人。还有2个人呢，是当地的村民，他们当时应该是在这里做点小生意，后面呢厂区搬走了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环境不错，就在这里生活。他就是当地的啊。等一下看看我们不能看到他们，看看这些建筑啊，都是破破烂烂的，木头的基本是腐烂的，砖头的可能还留下一些，因为毕竟这个地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。往前看看一下，这里以前感觉有点像办公室一样的，因为生活区不在这边嘛。它这个地方有电影院、有医院、有学校，当然不是在这里的，主要是在生活区。我现在是在这个厂区的顶部啊，因为它是沿着山体而建的嘛。那最好玩的是，我看到那个2个烟囱之间那个房屋呢，顶部呢还长了好几棵树，不知道是怎么长的。它穿越了那个瓦呀，穿出来，就证明这个树木啊，那个极其顽强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准备要下去看了，沿着下面这条马路一直走下去，因为很多建筑啊都是在马路2边。我们快到底部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贵州的路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走了全国这么多地方啊，我现在挺喜欢贵州的路的，特别是从湖南进入到贵州境内啊，它那个国道旁边有很多停车区，就是你累了就可以休息。往左边走就是生活区，往右边走就是厂区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这条河流的水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单位是叫做国营丹寨水泥厂旧址，就是上个世纪的嘛。我现在站的相当于是生活区的路口，从身后这条路过去呢，就是生活区，包括食堂可能都在那边。当年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热闹啊，因为上班大家可能时间不一样，早10分钟晚10分钟去，但是下班基本时间是同样的，那自然而然到了这里的话，就人非常多。走在这个路上也发现很多建筑，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小餐馆。因为看到里面呢还有一个灶台，有点像啊。这一排房屋明显的看得出来倒塌的比较严重。那个时候的房屋顶部基本上是用木头的，然后一些玻璃呢，窗户上的已经看不见了。上面那个稍微高一点的房屋，不知道是不是生产车间，看起来有点像2个大的烟囱耸立在云霄当中。那这里属于山谷当中啊，如果下完雨有点雾气的话，我感觉挺完美的。这边一些房屋估计是当年一些招待所之类的，因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。职工宿舍肯定不是这种，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的。那这几栋建筑呢都比较独特，应该就是娱乐的电影院、招待所这一类的，猜想是这样的啊。在这个中间看到一个雕像，这明显的看出来是工人准备下矿，头戴那个帽子，帽子上面还有灯，这是因为他们要下矿嘛，所以有那个照明灯。那手上呢就准备去下矿的动作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刚刚是在那个顶部，在那一块，现在呢来这边走一走。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条路呢？
就是一直往前走，有一个矿山隧道，看看这个河流，都弄了好几个这种小型瀑布一样的，非常有意思啊。那么以前这里就是有大门，进出的话就是这里还有前面，因为它这个属于挨着一个山谷建的，有点不平嘛。所以就有个层次感，就跟重庆建房一样的。那么主车间运送东西呢，可能就是从这里，然后工作人员呢，可能就是从上面，因为有2个门嘛。三线工厂我们其实走了很多，基本上布局都有点类似。这下面呢，也有很多房屋，不过也倒塌完了，准备找个房间里面看看去。那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当时的保卫人员居住的值班的，因为前方还有一个黑板，相当于当时一些通知。很小啊，这些房屋，现在你看看，都差不多倒塌完了。哎，这里我感觉还真有点像那种卧室一样的宿舍。这前方这里呢是放一些东西的，然后里面可能是住宿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保卫人员，有知道的说一下。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全部掉落下来了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大家猜一猜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就从顶部啊，一直开车下来，因为属于自驾嘛，都是一些人的回忆啊。你想一想，上个世纪几十年间，这个厂区都比较热闹，所以说是好几代人的回忆，最起码有2、3代人。因为他在这里工作的话，有些人在这里成家。在这里生小孩，那小孩长大也是如此嘛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的故乡。这边也有好多房屋，特别是那一些感觉是比较新，没有什么破坏，我们准备走过去看看。而且它是用水泥弄的阁楼，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其他房屋好像是用木板的，它那里不一样，所以过去看看。大家看看这种大山里面的风景。还是非常不错的吧。像我现在身后这些房屋，基本就是一些修理厂，还有以前的小商铺。打个比方说，理发店，还有一些早餐店，可能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地方当时基本上大家进出的话，都是靠骑自行车的，很难看得到摩托车的。那么一些家属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买电视机，我猜想也有可能。所以这2边呢，都是一些小的商铺，都能明显的看得出来。像这里能够走上去看看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家属楼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新，而且是2层的，有很多房间。看一下这个走廊，这还是下午3点钟，都里面比较黑呀，是不是有点瘆人？其实现在很多3线工厂，如果搞旅游开发还是不错的。特别是有一些搞成影视基地啊，我感觉可以。你像这里拍恐怖片，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。我现在往里面走一走。那像身后这些小房间，不知道是不是厨房啊？一个人都没有，很安静。看看找一个房间能不能进去的。哎，看到一个了。这房间能进去，好阴森呐。那以前还有人在这里搞过什么小厨房一样，搭了一个小灶台。这里虽然弄了个笼子，这个应该是卧室吗？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在远处还有一些他们工厂的房间呢，房屋。如果说这个地方开发成旅游小镇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因为可以参考一下国内其他地方那种3线工厂或者是矿山公园，弄一下还是不错。然后里面呢可以弄一些标志牌，哪栋楼是干嘛用的，是宿舍还是生产啊？我在江西有一个那种印钞厂啊，就是以前的，它就现在差不多弄成旅游小镇，都有标识。就你走到那里就知道当年这些房子是干嘛的，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这样。
大家觉得如何？我在这栋楼逛的时候，还看到2011年的日历，就证明那个时候还有人。所以我估计这个地方，尽管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废弃了，后面呢可能还有其他公司在这里办过工，有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刚刚那栋楼，我以为是办公楼，其实不是。刚才碰到在这里居住的人说，以前这里属于托儿所，就是在这里上班的人，他小孩呢就放在这里，因为夫妻两人都要上班嘛，毕竟属于职工。在远处那边呢，还有一些房屋，我们就不走过去了。这边整体的话，我们也快逛完了，就是希望以后这个地方能够开发起来，变成一个旅游景点。刚才我们那边看到的是生产区，眼前这里的就是生活区，房屋也很多，很多人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。还有中间2栋大的建筑呢，属于办公室。整个这个地方差不多荒废了30年，还遗留下这么多建筑。假如说白送你一套，白送你一栋，要不要？只是觉得荒废了挺可惜的。